公安部长王小洪明年退休，那下一任公安部长是习近平的富平老乡吗？那真的要成家天下了。王小洪中意的副部长还能不能顺利接班？要是外人进来啊，他那些烂事啊，恐怕就捂不住了。福建帮一直把控着公安口，明年会不会是西北帮的人呢？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25号，中南海的正国级大佬打架，底下这些省部级啊，就是炮灰，有的人还成了牺牲品。今天就牺牲了那么一位，广东省湛江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叫国涛，因为严重违法违纪，正在接受省纪委的调查。你说这事儿不就是处理一个地厅级的局长吗？这事儿可不简单，因为这个时间口啊太巧了。咱们上个月已经聊过啊，这个重庆公安局刚刚空降了一下王小洪的心腹，因为原来的局长啊，据说是从楼上飘下来的，所以这讣告里才给了一个因病离世。要正常生病啊，那里叫去世。今天啊，我们详细跟你聊一下这件事背后是多大的局。首先，我们大家都清楚了，明年21大公安部长肯定换人。王小洪都71了，你见过72岁还当公安部长的吗？再者说，老习的用人习惯也不允许强力政法部门你一直干下去，这样的话，你不就成了第二中央了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跟你聊一下公安部长4个竞争人选，现在已经在猛烈出牌了。除了七常委，那就是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和中办主任。今天咱主要聊公安部长的争夺战。4个人呢，一个是王小洪中意的正部长级副部长，叫齐延军，人家已经等着接班了，而且从河南、北京公安部也是跟了王小洪10几年的。第二个竞争人选呢，就是国母的山东帮，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王浩，既年轻又是国母自己人，信任没问题，也管过公安口，这是第二个人选吗？那第3个人选啊是非常厉害的，那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西北帮的头马。但是啊，还有一位黑马，以前的节目咱专门讲过他一期，就是现在的正部长级中纪委副书记孙新阳，他替习近平整肃了公安部。他和王小洪联手啊，一起干掉了副部长孙立军、傅振华，这也是大功一件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4个人，如果想明年成为这个副国级的公安部长，通常他都会进入国务委员，也会进入书记处。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大家的想法就是首先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出问题，第二啊才能想到政绩。咱们先说第一个，王小洪推荐的副部长齐延军，他现在是最不希望全国的政法系统出问题的，因为在2019年中共出了一个政策，原来啊江湖时期各省厅的公安厅长你都是省委书记，你做主，然后呢公安部门只是负责给你备个案，公安部长啊实际上没有否决权。但是2019年以后不一样了，现在啊，政法系统的一把手，无论是公安局长还是这个法院院长，他是中央统一调配，也就是说，这个权力已经上收到习近平那儿了。而你省委书记啊，没有任何否决的权利，你只能是配合，甚至是说这个同级的公安还有一部分的职能是要监督你们的。所以你看啊，现在公安系统已经是王小洪培植的，就包括这个广东省的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叫刘国洲，咱为他也出过一节目，谁愿意自己的系统出问题呢？但是啊，树欲静而风不止，你的竞争对手就盼着公安系统出问题，而且出的问题越大越好，这样你的接班人就必须得换呢。如果说王小洪，你的副手、你的手下原来的亲信现在涉嫌贪腐大案，
那你不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吗？恐怕都不能顺利退休吧。你更别说让自己中意的人接你的班了。那我们来看看另外2位他有没有机会。一个是国母的代表单东邦，浙江省委书记王浩，他实际上手伸不到广东省。赵一德也是一样，但是有一个人有这个机会，而且机会很大，那就是中纪委书记李希、郑国吉，再加上他的副手孙新阳。这俩人也是一直盯着公安部长这个人选的。因为对于李希来讲，他也有自己的问题，明年也得到龄退休。按照中共的传统，中纪委的副书记基本上没有内部提拔转正的。而且上期节目咱讲过了，现在的这个中宣部长李书磊，接下来是很有可能是接任这个正国级的纪检委书记的。那孙新阳你往哪摆啊？那你就奔着回公安部当公安部长，你也是副国级成为国委员了。所以说西北帮这俩人是合力搞点事儿，他也有人马。在2014年，老习改了一个政策，各地的纪检委书记、省委没有推荐权了，连建议权也没有，只有配合权。那权力归哪儿呢？中纪委。那也是当时他借用这个王岐山的人马打击政敌的时候，就给了中纪委这个权力。这个权力一直延续到现在。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打出了一张牌是什么，就是今天新闻报道的广东省纪委干掉了湛江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国涛。这个人是谁的人呢？他实际上是原来的深圳市公安局长，他叫刘国洲，他的人。刘国洲升了广东省厅当厅长了，他这位老手下就提拔了，到了旁边的湛江市担任了副市长，那是顺顺利利的变成了副厅级了。那你说省纪委查他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如果这位国涛副市长挺行不过招了，都送过什么钱，干过什么糗事儿，因毕竟从深圳市到广东省，这位刘国洲副省长已经干了好几年了，你说在公安口能不出事吗？既然李希和孙新阳想争这个公安部长的职位，那谁来干这个活今天的马前卒，那就是广东省纪委书记，叫马森树。这位可绝对是个狠人。简要跟你说一下他的履历，他本身一直是在中纪委和监察系统的，后来外放到了江西省常委纪委书记。他去了以后直接就干掉了另外一个省委常委兼副省长兼南昌市委书记，妥妥的本土派。那位本土派的南昌市委书记后来担任了副省长、省委常委的殷美殷，干了半辈子，好容易混到了副省级了，直接被他干掉判了一个死刑，缓期2年执行。你说这老马是不是个狠人呢？李希离开广东担任中纪委书记以后接他班的人是福建帮的黄坤明。这省纪委书记就不能你提了，根据老习的规则，那得中纪委安排。所以他就把这位老马识途的马森树安排到了广东省。既然这次要搞王小红原来的人马了，你纪委不得上吗？如果说把这位刘国洲拿下，那你王小红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因为这是王小红自己的亲信。从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公安局一直到公安部一直到了这个广东省。如果说你这位马仔出事儿，王小红绝对脱不了干系。所以你就看明白了，这次出牌的实际上是中纪委书记李希。那接下来王小红怎么应对呢？我想接下来的1年，可能有的人也要像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那样，要从楼上飘下去，或者像四川省公安厅长一样，拿根绳子在风扇上上一下。为啥呢？
因为你绝对不能影响老大的大业啊！如果说王小红自己的人没上去，让中纪委的孙新阳去公安部了，那一定是再来一次所谓的公安部大洗牌。上次洗掉的是郭声琨的人，那明年后年啊，洗掉的有可能就是王小红的人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接下来总有人也会永远的闭嘴。所以中南海的大佬你来我往，而这些副厅级、正厅级啊，就成了替罪羊或者是马前卒，有的人直接就成了牺牲品。好，关于这件事儿，如果您有自己的观点，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明天再会。